现在我们将目光转向门口，我们的总统候选人赖清德以及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正在步入会场。我们掌声欢迎民进党的最强组合赖萧配，我们一定要赢得2024。来，有请我们的正副总统候选人以及4位贵宾，我们先请入座。我想今天非常重要的日子哦，大家都期待已久，这么关键的时刻。首先，我要先来介绍我们与会的来宾。首先是我们第一位竞选总部的主委姚立明姚主委，以及我们竞选总部的总干事潘孟安潘总干事，还有我们竞选总部的董督导卓荣泰卓总督导，以及我们民进党的秘书长许立明许秘书长。谢谢。我想选战倒数54天，众所期待、非常兴奋的日子。我们看到赖清德主席正式要来公布他的副手搭档。我们看到赖清德主席率领的团队是一个准备完全、经得起考验的优秀团队。未来在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以及副总统参选人萧美琴的带领之下，相信我们会赢得这一场选举，让台湾在稳定向前的路上可以持续的壮大。所以现在，我要首先来邀请我们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主席上台为我们致辞。萧美琴大使、姚立明主任委员、潘孟安总干事、左荣泰总督导、许立明秘书长、现场美女朋友、全国父老乡亲，大家午安，大家好。我今天怀抱着无比振奋的心情，郑重地跟全国父老乡亲报告，我参选2024总统的搭档人选，就是中华民国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大使。衷心感谢美琴，从国家的发展的需要当中看到自己的责任，愿意跟清德共同承担下一个阶段国家发展的使命。我跟美琴相识已经30年之久，美琴是台南师范附小的毕业生，也念后甲国中，也考上了台南女中，后来赴籍美国。在他完成哥伦比亚大学学业之后，年纪轻轻，因为对台湾的爱，回到台湾从基层开始做起，先后担任过吕秀莲前副总统的助理，也担任过民进党国际事务部主任，负责民进党国际的各项工作，也曾经接受民进党的征召，到台北，也到花莲艰困选区作战，前后担任了4届的立法委员，在2020年更接受了蔡英文总统的嘱托，前往美国担任驻美代表的工作。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美琴不管是在哪一个工作，表现都非常的杰出。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只要跟美琴有稍认识的话，都不难看出，美琴至少有3项特质。第一个是，她从不为自己的利害、胜败来着想，她是一个愿意牺牲奉献的人呢。所以我刚刚有提到，艰困选区，不管是在台北或是在花莲，特别是在花莲一蹲就10年之久，赢得大家的肯定跟支持。第二个是，美琴是一个积极、认真、负责、全力以赴的人。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过去3年4个月，中华民国台湾驻美代表的工作上面，他不仅仅是遭逢，
中美的冲突 ，COVID-19 的期间，又或者是台湾面临的种种挑战，但美琴运用她的专业，也运用她本身的工作的这个特质，一一解决了每一项难题。不仅仅成功了让美国在台湾疫情期间赠送数百万剂的疫苗给予台湾，同时呢，也成功了让台湾跟美国的关系成为有史以来互相信任最好的关系。这些通通都是美琴的贡献。第三个特质是，美琴也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不管他在哪一个工作，有怎么样杰出的表现，或是在哪一个事件上面，他做了哪一些牺牲，他从来不对外人讲，他就是一个这么谦虚的人。有一句话非常适合用在美琴的身上，也就是“胡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胡为不居，是以不去。”美琴不争不居，但是全台湾的民众终究是知道这么多年来美琴为国家社会所做的一切。我特别要跟国人报告，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国际情势及地缘政治复杂变化。在这种状况之下，全世界都在关注台湾这场选举，全世界都想要知道台湾人民在这一场重大的选举当中，是信赖台湾，让台湾在民主的道路上持续壮大前进，还是选择依赖中国，走亲中的路线，把台湾再次锁进中国。我也要跟国人再次报告，台湾经不起纷乱，台湾也没有办法试验。此时此刻，需要一个稳健、有历练的掌舵者，在变局中掌握契机，持续坚持民主、和平、繁荣的道路。敬告各位父老乡亲，赖清德、萧美琴会稳稳地带领国家，坚定地走对的路，请给予我们机会。我们会团结台湾，将变迁的局势化为台湾的机会，让台湾走向民主和平、创新繁荣以及公益永续的台湾。最后，我要再次感谢美琴，带着多年的历练回到台湾，和我一起为国努力。美琴这一趟回家的路，也是守护台湾的路，更是带着对台湾满满的爱的一条路。现在，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萧美琴。我们有请萧美琴，我们的副总统候选人来致辞。我们的总统候选人赖清德主席、赖清德副总统、竞选总部姚立明主委、潘孟安总干事、卓荣泰总督导，还有中央党部的许立明秘书长，各位媒体朋友和现场观看直播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午安。过去这几年，在美国上架台湾是蔡总统赋予我的任务，也是我一直自己认为最佳的战斗位置。我在这个位置上全力以赴，也不敢懈怠。在过去这3年又4个月的日子当中，我和整个驻美代表处的团队努力让台美关系的运作更加的顺畅，也尽力完成总统
和台湾人民交付给我的责任。所以当赖副总统邀请我担任副手的时候，我也陷入常考。在这场选战当中，我应该要留在最熟悉的战斗位置，还是要在新的位置上迎接更高难度的挑战？我还记得2010年，我一样面临非常困难的抉择，前往花莲投入立委的补选，也开启了我在花莲长达10年的耕耘。10年的岁月当中，我上山下田，脚步走遍花莲的大街小巷。虽然面临极度艰困的政治环境，但是也感受到花莲基层的温暖。在最接近土地的地方，多年的汗水与历练，成为我成长的养分。多年的美好与挫折，以及2020年落选的时候，支持者为我留下不舍的眼泪，都成就了我面向世界的勇气。我常形容自己是战猫，刚刚也跟赖副总统说，这里为什么都是狗没有猫，只有一只猫。因为我觉得外交就如同猫的步伐，在踏出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时而轻柔，但也坚定。在驻美期间，我坚守立场，妥善处理议题，在复杂的战略环境当中维持平衡，将台美关系最大化，也让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更支持台湾，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但在俄乌战争之后，台海局势再一次引起国际的关注。尽管全世界都希望维持现状，但台海现状正不断地遭到对岸片面的改变，共机共建侵扰，介入选举。这段日子以来，台湾政治情势的变化，我相信大家都深有所感，也都非常焦虑。台湾能不能守住民主价值？台湾人能不能自己决定未来？不只对台湾自己，对全世界来说都有深远的影响。而这些情势的变化，也让我对眼前困难的挑战，知道我已没有回避的空间。今天上午，我已经分别向蔡英文总统和吴钊燮部长请辞驻美大使的职务，全心投入总统的选战。我会带着过去每一个位置、每一个岗位上的历练，以及对国家的使命，为台湾做更多，为台湾人民走更远。谢谢赖副总统以及许多台湾人民对我的信任，愿意在我的肩膀上托付更沉重的责任。也谢谢蔡总统给我的鼓励和祝福。我是萧美琴，我回来了。挺台湾，我责无旁贷。为着咱的国家，我会了落，咱做伙打拼。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萧美琴副总统候选人的致辞。好，我们先请我们的副总统候选人入座。好，我们的赖萧配正式来启动最强的组合2024年。我们有请我们2位正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以及萧美琴，我们来到台前。我们先来一个单独的一个合照。来，我们看向前方的摄影机，我们来喊赖萧配动算。来，赖萧配动算，赖萧配动算，赖萧配动算。2024团结一致，2024团结一致，2024
2024，团结一致。来，接下来，再来一次，来，我们喊选对的人，走对的路，选对的人，走对的路，选对的人，走对的路，选对的人，走对的路。谢谢我们媒体朋友的，来，我们看向右手边。来，我们看右手边的媒体，我们再来喊一次哦，赖萧配动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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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看向左方的媒体，来，我们再来一次，好，赖萧配动算，赖萧配动算，赖萧配动算。谢谢。接下来我要有请我们竞选团队，我们4位，我们的竞选干部，我们一同上台，有我们的杨立明老师，我们的许立明秘书长，以及我们潘孟安总干事，还有卓荣泰总督导。来，我们6位排成一排，我们牵起我们团结的手，我们来看向我们前方的摄影机，一起来喊出我们2024的愿望以及心声。来，再一次，赖萧配动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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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团结一致，2024团结一致，2024团结一致，选对的人。走对的路，选对的人，走对的路，选对的人，走对的路。赖萧配动算，赖萧配动算，赖萧配动算，赖萧配，赖萧配，赖萧配，动算，动算，动算。谢谢。我们媒体朋友都有取到画面吗？好，那我们也是先请我们6位我们的伙伴先回座。好，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媒体提问的 Q&A。好，来，我们请媒体朋友可以来提问。好，第一个，东森的一如，是。好，想请教赖副，就是什么时候决定邀请萧美琴来担任副手？那第一次谈到副手的话题，大概是落在什么时间点？是几月？那双方的过程当中是一拍即合，还是你们有多次的劝进？我邀请萧美琴来担任我的副手，应该是社会上众多的期盼了。这个邀请，这个选择也是最好的选择。我大概是在去年8月份嘛，去洪都拉斯的时候，我曾经跟美琴请教，我说如果我有机会得到民进党的提名参选总统，是不是可以邀请美琴来担任我的副手啊？不过那时候美琴并没有给予我答复。那后来我正式得到提名，那当然，各方社会各界也有推荐好的人选。那最后呢，我们也跟美琴持续不断的沟通，后来美琴最后才同意。那不过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件事情可以证明美琴的责任感她要求公布的时间要在她完成 APEC 相关的工作之后再来宣布。我那时候在想说，那恐怕是要到11月20号左右了，那恐怕是所有政党推荐的候选人组当中，我们会是最后的一组了。结果没想到，我们还是第一名呢。今年已经开始登记了，我们还是第一名。现在其他的政党，不要说副总统候选人，到底总统候选人会不会去登记都不知道。这真的是，这个事情也可以看得出来，美琴她非常有责任感的地方。看美琴有没有要补充？他是问你。好。
当然，刚刚赖副总统提到，他在过境美国去，后来我陪同他到洪都拉斯期间有提到这个话题，我一直没有觉得他在当真，所以我也没有很认真在思考这个问题，是一直到最近这几个月，他又再次提出那也有这个诸多各界友人不断的来沟通那。我自己我刚在这个讲话里面也提到，我也陷入常考，因为我在美国的工作对我来讲，这个责任也非常的重要那自己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时间点，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也是我必须非常认真来思考的问题。好。好，谢谢2位候选人。那我们接下来开放第2个提问，我们新头壳的宣仪。想要请教一下萧大使过去3年您让台湾受到了国际的关注，那裴洛西也称赞您是出色的外交官。如今你回到台湾，要再一次的深入基层，那这个天人交战最终又是如何决定的？那过程中蔡总统跟赖主席有给您什么鼓励吗？那最后还想要请教一下大使，就是回到台湾，您的心情如何？有没有特别想念台湾的事物？有关这个在外交上各界给我很大的支持跟鼓励那我也铭记在心。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生的经历我本来是在花莲经营基层那在2020年受总统的托付那来承担我们对美外交的责任这个过程当中。也是许多台湾人民不断的来为我们的外交团队加油那我们所有团队一起努力，可以看到一些初步的成果。但是我想在台湾的政坛上面这个我也曾经跟赖副总统提过我觉得选举来讲企图心比我强的很多这个口才比我好的也很多但是赖副一直告诉我说，有我的历练的人不多。也就是说，从基层到中央到国际这几个不同的平台跟角色也都成为我这人生非常重要的成长历程那我想也希望带着这个历练来承担更大的责任这是在过程当中主要的考量当然。刚刚问到这个陷入常考的一些因素除了我的角色扮演之外呢，我也必须很诚实告诉大家我觉得在美国最大的好处是不用陷入台湾政治的这个漩涡当中那台湾有很多特殊的政治话题这个我在美国的工作比较不会被这些国内的政治步调所干扰那非常专注的在做对美的外交工作。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转折当中，我当然也是会有一些犹豫但是这个许多的包含赖副总统、包含总统也都一直做我最大的后盾让我在决定要。为台湾背负更沉重的任务的过程当中也给予我非常大的勇气跟支撑的力量。好，谢谢。我们开放第3个问题我们有请新闻云的燕慈。想要请教萧大使因为外界评价您和赖副可能会有一些互补的地方，那想请教您是怎么样自己评断自己的？刚刚讲到有很多历练嘛，您跟赖副有怎么样的历练？有怎么样的互补之处？然后在未来进入政治漩涡之后呢的选战角色会怎么样分工安排？花莲会是您第一个竞选的行程吗？我当然有注意到外界有很多对于我和赖副总统之间互补角色的分析那我觉得除了互补之外，我刚在这个互补的角色当中有提到我在政坛上比较特殊的一个经历，就是做这个驻外的代表那在国际舞台上有相当多的历练
那我相信赖副总统其实长期也关注国际外交，在我们当年在立法院同事的时候，就一起出国拼外交，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哦。那当然，我们除了互补之外，我相信我们有很多共同的信念哦，就是我们都是愿意为台湾承担责任的人哦。那这个共同的价值哦，那希望台湾的民主自由能够永续永存。的信念哦，也是我们最深的连结。我们请总统候选人我们赖清德也回应一下这个问题。哦，除了刚刚美琴所说的这些以外啊，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相同的点。我刚刚有特别提到，不管美琴或者是我们都从年轻的时候就投入政治的工作。都是希望让我们的国家能够更好、更进步、更文明，能够赢得国际社会对我们的肯定。那我们也希望未来台湾能够长治久安。这相较于其他的这个阵营，这一点是有很大的不同。那未来我们会分进合击，因为一场总统的大选是需要所有的人力物力的投入。那我相信以美琴的专业、她的经验，还有她的热忱，以及对台湾怀抱的理想，在这场选举当中，她一定可以发挥关键的角色，共同赢得这场选举。谢谢谢谢。接下来我们开放第4个问题。好，我们请民视的佳话。赖副您好，想请教一下，就是因为柯文哲有说过，说他会用台湾民众党总统候选人的身份，然后拼战到底嘛。那但是葛莱仪跟喜兰都认为说，柯文哲的谈判能力好像没有办法来治理国家，那您怎么看？是，我刚刚在致辞当中有特别强调，在关键时刻，台湾是经不起纷乱，也经不起试验呐。因为国家领导人要带领台湾打国际杯，不是只有国内的赛事而已。因此呢，总统呢必须要稳健，也就是说，他讲的每一句话，或他做的每一件事情，要赢得国际社会的肯定跟支持。今天葛莱仪所提出的质疑，正足以反映出柯主席这段时间所说的话或所做的事情反复不定，国际社会也无所适从。谢谢。我用余光有瞄到姚老师似乎有话想说，我们是不是请我们的科学家可以上来帮我们补充一下？姚老师来，来，请姚老师来站到这一侧，谢谢。这个可以了，直接用这个就好了。今天对我来讲，也对我们这个团队来讲，其实像是一个婚礼一样的，是一个喜气洋洋的，所以我实在本来不太愿意去谈人家的离婚事件，那气氛不对。不过我真的不能想象，我相信所有的媒体应该都知道，就像赖副刚才所说的。应该是空前也绝后，应该国内国外都没有过，就是到现在为止要登记了，只有1组候选人确定。我们在团队里面，到现在甚至于对手是2组、1组、3组，还是对手2组是3个人2组还是2个人，我都不知道。可是我可以说一句简单的话，因为既然大家问到，他们其实不是，这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政治问题，合跟不合，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政治问题。可是居然扯到了统计问题，
然后现在又涉及到法律法条协议内容的解释问题，在我来看都偏题了，因为它其实只有一个问题：国民党跟柯文哲，不管国民党是猪还是马，跟柯文哲都互相幻想对方可以欺骗，或者可以摆平。用这种态度去谈判，各位想想看，我们怎么能期待，如果有一天他们任何一个人成为总统，面对两岸的谈判，可以签下那个字，那绝对不是柯家的女生或者柯家的母亲会哭，或者柯办的助理会哭，那会是2300万人都在哭。我想这一次过去这1个礼拜、2个礼拜发生的事情，应该让国人深深地体会到领导人的本质、稳重跟给人安全感的重要。今天我们在台上的这2位，都是给我们这样子的感觉。谢谢。谢谢我们的姚老师。好，接下来我们开放第5个问题。好，我们请3立的淑君。不好意思，这边3立提问哦，请教2位怎么看刚刚提到的蓝白合又卡关的部分？现在还在讨论说要让几趴。那柯文哲的太太陈佩琪有讲到说，如果赖副要让几趴，他们就让国民党几趴。你怎么看这样的说法？会觉得蓝白合现在是政治分赃吗？是我还是要强调，这场总统大选正适逢国际的变局，对台湾非常的关键，所以国人要重视的，倒不是蓝白合不合，或者是点数让几趴的问题，而是应该要考量选出一组最有经验，而且历练也最丰富的候选人，可以带领国家稳健的在民主的道路上继续前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谢谢。好，我们接下来开放第6个问题。我们 TVBS 的作恒。赖副您好 ，TVBS 提问，想要请教您怎么看说国民党的不分区名单？那因为呢，韩国瑜现在是被摆在不分区的第1名，另外是里头呢好像有一些正2代的部分。那另外是也要请教民进党自己的不分区，因为之前您有强调说，当然两岸和平还是很相当的重要。那因为主战就是被视作是主战派的沈伯洋也在安全名单当中，所以说这会不会可能有点矛盾吗？好，谢谢哈。政党的不分区名单反映了该政党的核心价值。那民进党呢，在推荐不分区名单是秉持着民主大联盟的精神，也就是跨党派、跨世代，还有跨领域。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优秀的人才，凝聚社会更大的民主力量，共同扛起台湾社会的责任。所以这个名单公布之后，也赢得社会的肯定跟支持。那至于刚刚所提到的沈伯洋，沈老师基本上是对认知作战，非常有经验的。换句话说，国际社会不断的关注中国在这场选举当中，透过各种手段，包括假讯息、认知作战等等，企图影响这场选举。这个也会影响到未来台湾的安全。所以我们希望为台湾选拔一位熟知国家安全，在假讯息作战上面非常有经验的立法委员，协助国家、协助政府来慎重的对抗来自中国的各种方式的干预。我想这个目的是在此。谢谢。好，我们时间是有限的，我们开放最后的一题。那个中央社的素萍，谢谢。赖副，因为之前国台办有形容说赖萧配是毒上加毒，但是也有人觉得说因为你之前是一直强调说你是要继承蔡总统的路线，那因为美琴跟总统的关系非常好，所以你提赖萧配，你是不是也有就是要继承蔡总统那个路线，是个坚持路线的，用具体行动的展现，然后
以及你这个赖萧配你要对中国释出什么样的讯息？谢谢。好，谢谢哈，因为中国对这场选举的说三道四，正足以证明中国是介入了这场选举。那因为中国的官员并没有经历过民主的洗礼，所以我没有要回复他的问题。那倒是国人的问题才是我们所重视的。那另外我们选择邀请萧美琴来担任副手，这个也是社会广大的期待，美琴是最适合的人选。那至于因为蔡英文总统在过去近8年来的带领，让台湾走入国际，也让国际看见台湾，肯定台湾，上架台湾。所以也就是说，未来我跟美琴势必是一定要带着全体国人，在民主的道路上持续壮大前进，走入国际，也能够迎向未来。好，谢谢。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的这一个记者会顺利的圆满结束。那我们先感谢我们每个媒体朋友。谢谢大家。